这个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淘金热。很多人都在说这股浪潮啊，好像比以前任何一次，不管是淘金热还是互联网革命，都来得更平等，机会好像遍地都是。对，是的，但这恰恰就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了。这场所谓的 AI 热潮，它是不是真的像说的那样，极大的降低了门槛，让普通人，就是我们这种个体，有了前所未有的这种平等机会啊？还是说这更多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没错，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我的看法很明确，就是 AI 它确实把机会带给了更多人，让更多的普通个体能够真正参与到这个财富创造的过程中来。而我呢，可能更倾向于认为，你看哦，新的机会，没错，它确实存在，但是真正的那个控制权和可以说是巨额的财富，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集中在少数的，就是那些顶尖玩家手里。所谓的平等，可能没那么简单，或者只是暂时的。好，那我先说说我的理由吧。你看啊，像 ChatGPT， 还有那个 Canva AI， 以及各种建站平台 AI 工具，他们确实把技术和成本的门槛可以说是大大降低了。这使得很多普通上班族，比如说吧，原材料里提到的那个文案小王，他就能靠 AI 提升效率，然后获得晋升。还有像开发者小李那样的自由职业者，利用 AI 工具，据说月收入翻了好几倍。更有意思的是，那个健身教练阿凯，他用一套 AI 工具站，居然搞起了1人公司，服务能力和收入都猛增。甚至我们还看到像那位用 AI 绘本生成器创业的宝妈，也找到了自己的路子。关键就在于什么呢？ AI 让普通人能用极快的速度，还有极低的成本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想法。再加上像那个 Cursor 这样的零代码平台，就算你不懂编程，也能开发个小应用出来卖。你说这些难道不是实实在在的机会普及吗？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些工具啊，确实是降低了使用的门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咱们得看看这个硬币的另一面，对吧？这个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它到底是什么？是那些提供核心 AI 能力的基础模型公司，对吧？比如 OpenAI、谷歌，还有就是提供关键硬件和设备的，比如造光刻机的 ASML、芯片代工的台积电，以及那个几乎垄断了 AI 训练芯片的英伟达。普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根本就进不去这个圈子。这些顶层公司他们通过什么呢？就是 API 应用程序接口，通过这个授权收费，或者说控制芯片的供应，实际上就掌控了整个生态的水电煤和地基。你看数据就知道了 ，OpenAI 这些公司的 API 年收入是100亿美金级别的，那个 ASML 的光刻机一台就2亿美金，还供不应求。台积电呢，在先进制程上领先，利润率很高。英伟达更不用说了 ，AI 芯片市场占有率报道说是高达90%，你看它市值涨了多少？所以我的观点是，你刚才说的那些底层的、中层的机会，其实是严重依赖这些顶层平台和硬件的。他们的盈利能力和稳定性跟顶层玩家那是根本没法比的。我承认顶层的重要性，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完全抹杀掉底层和中层的这种活力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相对易用的工具和平台，才给了无数普通人一个尝试的起点，对吧？他们也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卖水人，开发一些满足特定需求的小工具，或者提供基于 AI 的服务，这本身就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价值创造。这个卖水人的比喻，我觉得值得推敲一下。利用别人的平台开发小工具，更像是怎么说呢？有点像顶层平台的佃农。你用的是别人的地、别人的水，你能分到多少利润？你有多少议价权？一旦平台规则变了，或者他自己做了类似的功能，你可能就什么都没了。还有那个安轨拉靠 AI 域名赚钱，那个情况比较特殊，它是特定资产的变现，跟我们普遍讨论的这种利用 AI 技术创造应用价值还不是一回事儿。真正的稳赚不赔的源头卖家，还是那些提供基础模型 API、提供芯片、提供制造设备的公司。他们才是这场淘金热里真正掌控最大利润空间的。但是你不能否认个体成功的现实案例呀。
那个阿凯、小李，还有那位做 AI 绘本的宝妈，他们是确确实实通过 AI 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甚至创造了自己的事业。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机会的存在和它的普及性吗？难道这些都仅仅是所谓的幸存者偏差吗？这些案例我承认确实很亮眼，也很鼓舞人心。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全局，系统性的财富它最终留下了哪里？是英伟达，是台积电这样的寡头，他们的增长是指数级的。个体的成功当然值得肯定，但是这些个体的成功，它能不能改变整个财富向顶层高度集中的大趋势？我觉得，恐怕很难。而且这些机会也许是真的，但它们稳定吗？能做多大？和顶层那种近乎垄断的确定性相比，底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实在是太高了。我理解你对这种结构性问题的担忧，顶层取决了巨额利润，这是事实。但我依然相信，或者说我更看重的是 AI 确实为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提供了一些实实在在的能改善现状、增加收入，甚至是进行小微创业的有效工具和途径。这种效率的提升和门槛的降低所带来的普及效应，它的价值，我觉得不应该被低估。我也同意 ，AI 确实创造了新的入口和可能性，这点没错。但核心的矛盾就在于，这场淘金热的结构性问题是非常突出的。这个价值的分配可以说是极度不均衡，顶层掌握着几乎绝对的控制权，而底层和中层参与者，他们的依赖性和不确定性都非常高。所以，平等机会这个说法，我觉得至少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看来啊，关于这场 AI 浪潮，它究竟是带来了更多的平等，还是反而加剧了财富的集中？我们今天还是各有侧重和坚持。没错，其实理解这场 AI 淘金热，确实需要我们同时看到它在不同层级展现出的机会，以及相伴而生的挑战。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些不同的侧面，希望能帮助大家更深入的去思考这场技术变革对我们每个人的真正含义。最终的判断，我想还是留给每一位听众自己吧。